眼看着日俄两国围绕南千岛群岛又出现了激烈的争端，有分析人士预测称，再照这样发展下去，日本就有可能会变成第二个乌克兰了。那么俄罗斯为什么一直控制着南千岛群岛不愿让步呢？日本为了拿回南千岛群岛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呢？现在日俄两国关于南千岛群岛的争议主要来自于日俄战争之后双方所签订的普茨茅斯合约。在这份合约当中，俄罗斯将南千岛群岛直接让给了日本，但是在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合约中，日本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放弃了对南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的领土要求。当时的千岛群岛处于苏联红军的占领之下，日本根本无力向苏联讨要这一部分的领土。慢慢的，对于这一片领土，双方也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默契。按理来说，关于南千岛群岛的归属权应该是不存在任何争议，因为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本质上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原来南千岛群岛一直都由苏联占领，后来苏联解体之后，这一部分领土自然也被移交到了俄罗斯的手上。经过多年的经营，南千岛群岛上的居民也大多为俄罗斯族，岛上的居民无论是从文化语言还是从生活习惯上来讲，都更加亲近于俄罗斯。而且日本对南千岛群岛所谓的主权要求依据的不过只是日俄战争之后双方所签订的条约。但日俄战争本身又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日本人在占领南千岛群岛的时候也就缺乏最基本的国际法理。曾经的苏联可以与美国抗衡长达数十年的时间，苏联在对待南千岛群岛问题时也表现得格外强硬。因为这一部分的领土争议，苏联政府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政府都没有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面对强大的苏联人，日本也只能硬生生地咽下了一口恶气。因为日本的军力和国力跟苏联完全不在等级上，他们根本没有胆子像日俄战争时期那样去招惹苏联。但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快速下滑，这就让日本看到了趁虚而入的机会。于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日本政客又将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公开提了出来。其实在本世纪之初，为了与欧美其他国家搞好关系，俄罗斯对于日本政府和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还是相当温和的。因为日本之所以会选择在冷战结束之后跳出来向俄罗斯就领土问题发难，它的背后必然有美国和整个西方集团为其撑腰。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平和一些，也是为了向欧美各国示好。但到了2012年之后，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这个时候，俄罗斯便一改之前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的温和态度，与日本展开了长期的对抗。就在近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称，南千岛群岛就是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如果日本人对此不满，可以去切腹自尽。同时，梅德韦杰夫还嘲讽日本称，他们故意将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故事从记忆中抹去，这其实只是源于他们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顺从和恐惧。而就在1月30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发表了一番演讲。在岸田文雄的演讲当中，他表示日本政府未来不排除会与俄罗斯政府缔结和平条约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岸田文雄并不排斥与俄罗斯政府就南千岛群岛问题展开谈判。但同时，岸田文雄又强调称，日本未来也不会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岸田文雄在这里所说的制裁，是日本在俄乌冲突之后跟着美国一起发起的对俄制裁。也就是说，日本是否要解除对俄制裁，其决定权并不在于日本的手中，而在于美国的态度。对于岸田文雄的这一言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一位评论员直言不讳地对其讽刺道，目前岸田文雄深陷黑金政治丑闻，如今却又想着拿南千岛群岛问题来做文章，他的行为实在是秃子拿梳子。梅德韦杰夫也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评论道，南千岛群岛并不存在任何争议，那里就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人对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也根本不感兴趣。当地时间1月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了远东地区。在视察的过程当中，普京明确表示，俄罗斯政府未来准备将南千岛群岛开发成旅游区域。而且普京也强调，未来自己一定会到访南千岛群岛。普京的这番言论立刻就引发了日本方面的关注。但俄罗斯似乎并没有兴趣在这件事情上与日本过多纠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南千岛群岛的控制权和开发权依然被掌握在俄罗斯的手中。日本想要在短时间内夺回南千岛群岛的控制权，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日本如果想实现自己对南千岛群岛的野心，也只能够寄希望于未来了。但未来的道路也注定充满了坎坷与荆棘，甚至还有分析人士表示，再这样下去，日本极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熟悉日本历史的人应该都会明白，日本历来都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国家。他们之所以会在南千岛群岛的问题上对俄罗斯发难，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但正所谓虎老雄威在，不管日本对南千岛群岛这怎样的图谋，他们大概率只能依靠外交和经济手段来向俄罗斯施压。毕竟俄罗斯的手上还留有苏联时期制造的大批核弹头，如果日本在这个时候直接向南千岛群岛做出强硬举措，必然会遭到俄罗斯的强硬军事报复。到了那个时候，日本就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乌克兰了。对于这样的结果，想必日本政府的高层政客也是看得很清楚的。1月30号，梅德韦杰夫再次宣布，未来俄罗斯极有可能在南千岛群岛地区部署新武器。这一做法相当于直接终结了日本政府对于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幻想。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东北亚的一系列事件看似是俄罗斯和日本等国之间的博弈，实际上美国的影响力一直都是如影随形的。因此俄罗斯宣布在南千岛群岛上部署新武器，针对的也不仅仅是日本，其真正要针对的目标恰恰是站在日本背后一直操纵着局势的美国。而从美国在俄乌战争期间所做出的一系列行动来看，美国大概率是不愿意直接与俄罗斯爆发军事冲突的，这样的代价美国人根本承受不起，日本自然也难以承受。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日本政府根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实现对于南千岛群岛的控制，况且那里如今已经被完全俄罗斯化了，就算今天日本能够用武力手段将南千岛群岛夺过来，想要对其进行开发和治理，也必然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如今与俄罗斯缔结和平条约，拿回南千岛群岛更像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可行性的正式口号。日本的政客们之所以会不断强调这个目标，本质上也是想提高自己的支持率，为自己所在的政党捞取选票而已。因为日本想要趁现在拿回南千岛群岛的控制权，他们既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胆量，更没有这个治理能力。另外，此前俄罗斯政府曾经放出消息称，他们准备邀请中国加入南千岛群岛的开发计划。虽然中国方面并没有给出积极的回应，但这足以说明俄罗斯对于千岛群岛的控制权是充满了信心的。从历史的维度上来看，日本在世界近代史上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并在东北亚地区占据一定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本质上还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造就了日本的强大。归根结底，日本只不过是一个罪尔小国，其影响力也远远没有大到足以令中俄两国心惊胆战的地步。如今的日本只不过是回到了历史中他们本来的位置上而已。而随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影响力的迅速衰落，南千岛群岛问题最终也必然会随着日本的妥协和让步而告终。这个本就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被炒作起来的话题，最终也必会因为政治格局的改变而迎来终结的时刻。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向世人说明了一个道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无论政治口号喊得再怎么响亮，一旦失去了实力的支撑，所有的目标都将沦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特朗普对中国1300多种加征关税的清单上，机智一批的他唯独划掉了他们至少 80% 都要向中国进口的稀土，因为在稀土上中国能把老美的脖子卡到窒息，并且在全球都找不到替代渠道。我国掌握着世界 90% 的稀土供应，在全球上只有中国一超，没有多强，是真正的王牌产业。这个让我们自豪的产业却建立在我们曾把稀土当猪肉卖的血泪史上。30年前那场将全球强国都卷进来的稀土大战，开战前我们被美日欧等国逮着羊毛可劲薅，最后却被中国将计就计，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口中的霸权主义者。稀土为什么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脉？可以说它可是比石油都重要的战略物资，被称为工业黄金。美国制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要使用稀土达27吨，生产一架 F-35战机需要400公斤，一枚爱国者导弹中也含有3公斤的稀土。可以说你日常中见到的飞机、新能源车、手机等都需要用到稀土。军事方面，凡是我们能想到的高科技武器，比如激光炮、电磁炮、卫星、雷达等，可以说没有稀土，就连三体中的水滴都得躺在设计图上。中国稀土的储备量是世界第一，但凡中国沾点第一的东西，那美国绝对不会让你好过。1980年之前主导着全世界稀土行业的就是美国。美国加州的芒廷帕斯矿一度供应了全球 90% 的稀土需求。当时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为了确保战争时期美军不会缺乏关键的稀土原料，就将本土的稀土开采列为了核武器的级别。一场针对中国稀土的阴谋就应运而生。1982年，美国战略原料局向总统里根提交了一份33页的报告，整篇报告汇总成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停止开发自己的稀土资源，向中国购买，埋在我们土地下面存储起来，等把中国掏空之后，我们再高价卖给中国，岂不美哉？美国干着损人利己的事儿，那真是为首熟耳。1990年，中国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大量国有企业破产或改制成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自然以盈利作为首要目标。
在稀土的暴利下，一时间经营稀土行业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建起了数百家，他们不负众望地将这些稀土卖给了英美日等国，并无限量供应。由于行业竞争太过激烈，国内的企业就打起了价格战，导致比黄金还宝贵的稀土真的被当成土来卖。全球稀土总量不到10万吨，中国的产能却达到了20万吨，供远大于求，出口的价格比支出暴跌1半都不止。更令人心痛的是，中国的稀土储量由70年代的 90%骤降到了 37%， 现在的存储量预计保持到2040年至2050年，之后就需要向国外进口了。没办法，那个时代归根结底就一个字：穷啊！你总得先赚着钱才能购买生产线、购买技术。另外，根据海关的数据统计，仅2006年一年，中国有1/3的稀土都是盗采和走私出口。每讲起这段历史，无数人为之痛心，而以美国为首的稀土购买国则悠哉地躺在沙滩上，静静地等待着当年制定的战略实现。当年被邓公点名为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产业，却沦落到如此的地步，让无数国人唏嘘。但在其他国家的眼中，中国可没这么惨。在中国低价高纯度的稀土冲击下，国外稀土公司开始大量倒闭，稀土产业链断档。视频开头的芒廷帕斯矿在2002年就被美国关停，全世界的稀土企业都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是被中国廉价的稀土冲垮，要么将企业迁入中国进行本土化生产。相信多数企业都会选择后者，将生产线搬到中国的外企大部分却被中国悄悄收购和瓦解了。比如曾经为美国生产最先进导弹磁体的麦格昆茨公司，如今背后的2大股东分别是中科院的下属企业中科三环，另外一个是国资委下属公司的中国有色金属集团。洋气十足的麦老登的名字下可是实打实的中国企业。除此之外，2005年中国西部矿业收购了美国稀土合金生产厂，2009年中国五矿集团收购了澳大利亚矿业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全球金属矿业公司等等，基本上全球所有有关稀土的头部企业都被我国直接和间接吞并。这个时候你可能有疑问，为什么他们甘心被收购？那是因为此时中国已经掌握了稀土从开采到分离以及提炼的整个完整的产业链，中国不仅端走了他们的饭碗，临走还把桌子给掀了。直到2010年在中国布局完成后，其他国家才恍然大悟，美国赶紧将芒廷帕斯重启，希望重现往日辉煌。欧盟和其他国家对本国企业进行注资升级，还有巴西、日本、印度等组成联盟，表示不进口中国稀土，还有忙着撰写状纸告中国稀土垄断的。2012年3月，美国、日本还有欧盟一同将中国起诉到了世贸 WTO， 起诉的理由是中国随意限制稀土的出口配置，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凭借稀土霸权欺负我们。WTO 这个傀儡机构认定中国败诉，强迫中国取消稀土配额制。好，这么玩是吧？2014年5月，中国政府宣布把稀土的出口关税提高到了原来的10倍。美国也没闲着，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稀土，先是找到了格陵兰岛，结果早被中国捷足先登。中国盛和低调并购了格陵兰矿业公司 10% 的股份，是格陵兰最大的股东，拥有优先开采权。蒙古国虽然愿意卖，但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压根运不出去，最后实在是没招了。美国跑去矿物废料里提取稀土，结果发现提取稀土的加拿大技术商 NEO 公司已经悄然改名为 NEO 新材料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原来这家公司也早已被中国紫金矿业以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估计美国知道这一消息时头都裂开了。在过去的10几年中，美国一直想要重建稀土产业。在2010年时，美国审计局计算出追上中国至少需要15年时间。到2016年，美国总统再问统计局，得到的答案还汤姆是15年。美国等于刷了6年的朋友圈步数。而此时中国的稀土产业链基本消化了全球的企业，但是距离称霸全球还差一步。还记得开头说的供应着全球 90% 的美国芒廷帕斯矿吗？被美国寄予厚望，却在2015年宣布破产了。在破产前将核心技术和资料全部转移到了 NEO 新材料技术北京有限公司。2年后芒廷帕斯矿拍卖，美国政府希望通过一家稀土企业在美国重建稀土产业链，这是美国最后的倔强。拍卖会上被 MPMO 公司竞拍获得。有意思的来了， MPMO 公司有3大股东，其中2家是根正苗红的美国资本，另外一家是新加坡国贸公司，股份拥有优先权。这家公司虽然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但 70% 的股份归属中国乐山盛和稀土公司，而乐山盛和的背后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研究所，研究所的背后是中国财政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个代表美国无限稀土光荣的公司，通过一个4线小城市乐山又转交到了中国手上。万般无奈之下，美国最终投资了澳大利亚的莱纳斯稀土公司。这家公司是目前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最大的稀土公司，拥有着世界 14% 的冶炼产能，而中国的冶炼产能也才占到了世界的 86%。世界上除了2万吨稀土不是中国冶炼的，
剩下的稀土矿都需要运到中国进行冶炼分离。中国在稀土储量和产量上都占据着绝对的主导位置，而这一切的辉煌背后，其实我们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中国的稀土之父徐光宪先生。他和同为化学家的妻子高晓霞克服美国重重阻挠返回祖国，是他根据国家需要四处转换科研方向，自主创新出一套串集萃取理论，将稀土纯度提高到了创世界纪录的 99.99%。中国稀土因他而起，因他而盛，由开始的冤大头变为吞并世界的巨鲸。我们背后的脊梁每一块都由他们所铸。在中国永远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为名利，不为财富，他们兢兢业业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祖国富强。